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你印象中的客厅应该是怎么样子呢？以前的客厅大家都觉得说一定要有电视、沙发、茶几，好像主要功能就是接待客人。可是我觉得现在生活方式真的完全不一样了。先来看看当初房子的样子，前屋主留下的沙发，当初觉得颜色很难搭，现在倒是也觉得搭起来后还不错。空旷的墙面给予十足的发挥空间，但就是这面墙的门让我很苦恼，旁边的空间该怎么利用？然后这是经过了1年之后的样子。由于觉得沙发没有更好的位置摆放，所以2个人的工作桌就都放在客厅中央。在当时的确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了，可以掌控到整个家的动向。客厅的灯在正上方也很实用，但是有2个大问题是我一直很苦恼的，一个是走向阳台的动线被卡住了，还有开门进来的时候也会因为被书桌挡住而卡了一下。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门是在侧边的话就没这些问题了。另外换个角度也会发现，由于电源的关系，书桌背后的一堆走线也是很影响心情，但实在想不到该怎么办。加上本来计划工作桌可以迁到储藏室，就这样又拖了7个月，储藏室又迟迟没有一个好的想法。直到前几天突然顿悟了，对我来说客厅最常出现的客人其实就是我自己。我发现除了睡觉以外，我几乎90%时间都待在客厅，在这里剪片、工作、吃饭跟猫玩，所有生活的节奏都是在这个空间发生。而且我们家也没有什么需要接待亲朋好友的需求，所以传统那种客厅的摆法其实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浪费。既然空间最重要的是符合自己的生活，那不如就干脆把客厅重新定位，改成我们真正需要的样子。所以最后我决定把这边变成2个人的工作空间。这样的客厅不是为了别人而设计，而是为了我们自己。这样的家也才不会像样品屋一样，看起来干净漂亮，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生活的感觉。在决定好2张书桌都面向墙后，就要来烦恼沙发该怎么放了。我这边真的苦恼了超级久。但为什么一定要保留沙发呢？是因为发现常常工作累了就想躺一下，或是没有工作也想躺一下，甚至常常在客厅躺着躺着就这样睡整晚的经验也是发生了非常多次，所以它真的没办法移到别的地方。总之，以下就是我思考过后几个重要的考量。第一个是沙发的睡觉功能不能变，第2个是入口门的进出动线要顺畅，第3个是中间需要保留大块空地供女友做瑜伽，第4个鞋柜位置也要实用不突兀。不太行这个沙发如果让它维持长度的话，我这边走道就不够宽，而且想说鞋柜放这边的话，这样开门进来动线也不太对，真的很麻烦最后的安排就像是这样的，我也把鞋柜不常用的鞋子都先收到别的空间。我知道有人说这是啥鞋柜啊？的确，它其实本来是6格柜。这个临时的鞋柜就跟高雄车站一样，临时用了很久。我已经稍微精简了一下，但还是很乱，毕竟鞋柜还是应该要有一个覆盖。这个赶快我再想办法去生一个正统的鞋柜出来。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设计理念吗？沙发本来就是拼合式的，我就把最小块的移到书桌下，它还能垫脚。原本的2块其实也够小躺一下，真的有客人的话，也只要移回来就还是完整的沙发床。然后这个区块未来的计划，因为觉得它还是要跟门有点距离，所以想加个侧边层板，猫也能够在下面活动。然后靠近门的这一面，想再放个薄一点的柜子。然后这个门连电话，我现在想想，它也不能够开1楼的门，也没有对话功能，我早该把它拆掉才对。另外这边这个层板也是新增的，目前只有放一些装饰品。然后因为这个老公寓，我这边装了一个延长线，沿着墙壁走上去，它有3个插孔，然后就负责2个摄影机。然后其中一个我就把它当作装饰的灯。然后这一面的话，目前看起来真的是跟以前差的非常多。细部解说一下，这个冷气上面的垫子可不只是装饰，其实最主要的功能是为了遮丑。我想挡住后面的东西，我把 NAS、宽频数据机还有电视机上盒都放在上面了，而且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冷气吧。我是觉得蛮聪明的啦。
另外这几个礼拜我也把之前买的8个层架都安装上去，现在把家里的公仔玩偶都可以摆出来了。我家的猫基本上都蛮乖的，目前还没有想尝试对这些公仔下手，也没有影响到拉拉想上来这个猫爬架的心情。这种工作到一半觉得累，抬头就能看到拉拉安心睡觉的心情，养猫的一定都懂这个含金量。然后大概介绍一下我的桌面，我的萤幕是10几年前听某摄影师介绍而买的 Dell U2412N， 当时来讲也是一个修图 CP 值很高的机种。其实我很想把它换成 OLED 面板的 4K 显示器，但它头好壮壮也都还很好用，那个念头就又被压下来了。另外大家有发现吗？这是杯原子，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没有再看过了。然后这个小萤幕是之前被种草买的 Redcube 128K， 但买完后才发现它居然没有一线连的功能，这条 USB 只能传输数据以及影像，没有办法为笔电供电。当初真的是没看仔细，但它接口也算是蛮丰富的，除了正面有最常用的 USB Type-C 以及读卡机，后面也有网路孔以及 HDMI 等。毕竟当初买它有一半原因就是图它的升值。萤幕除了显示时间外，平常它也能播放图片或是影片，像放这种复古 MV 就很适合。它是有声音的，刚好是 KTV 版。然后也可以放自己的影片。我的日本 Vlog 第3集难产中，但是第2集我蛮喜欢的，大家可以看哦。旁边我也放个无线充电座，是个用过就回不去的设计。手机打横也是会变时钟。至于其他的装饰品，大概有80%都是女友买的东西，大概只有安妮亚是我买的吧。还有几个朋友送我的公仔，我基本上是不会买这种浪漫的东西。米拉爸平常购物还是以实用取向为主。另外，自从克服砖墙的恐惧后，我真心感到层板真的很好用。这3个层板分别是30、40、60公分，成本也才几百块，但就可以大大增加放置摆件以及维持桌面干净的能力。像这些最常用的摄影器材本来都是放桌面，现在也可以变摆件。然后这个小圆盘就是放一些零散的东西，视觉上就会整齐一点。我的2个喇叭是漫步者的 NR4 监听喇叭，这个便宜、颜值高、音质又好， CP 值很高，推荐。另外当初想用笔电双萤幕买的萤幕支架，后来发现上下萤幕才是我最喜欢以及适合的方式，旁边这个支架就有点积热了，可能等未来哪天买了 OLED 之后，原本的再打直放这边吧。那我还是说一下目前觉得能够加强的地方。第一个是这个桌面的线还是不够优雅，之后还是应该买个一线连的拓展坞，里面的长线也可以弄得更好。然后氛围灯的部分，我也只是拍片暂时先打个小灯，之后希望每个层架会有自己的投射灯。然后萤幕这个氛围灯啊，目标是会想要买那种会依据显示内容变色投放的灯，虽然查过资料后意料之外的还蛮贵的。你知道我现在是用多穷人的版本吗？有多穷？我只是放个10块钱的 USB 灯而已。最后回头审视一下最初的需求，第一个是沙发睡觉的功能不变 check， 第二个是入口门的进出动线要顺畅 check OK， 第三个是中间需要保留大块空地供女友做瑜伽check， 这个也没问题。第4个鞋柜位置也要实用不突兀 check， 只要再买真正的鞋柜就好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客厅改造小分享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？虽然我也不是什么做搭达人，但是我还是稍微用我自己的想法改造布置了一下，我觉得成果还是不错的吧。而且这次弄完之后啊，我也对之后的改造更有方向，然后更知道说自己需要什么，我觉得是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再跟我说哦。我是米拉爸，我们下个支影片见，拜拜。
然后最后问大家一个我真的很想要知道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猫跳台啊，它这边没有办法固定住，它就是猫上去会摇摇晃晃的。我实在想不到怎么固定因为这个门我也不可能钻孔，然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它黏住，真的是非常的困扰我。